大家好，今天是12月27号，视频再来聊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里面的这一个上升三角结构。昨天在视频结尾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一个重点，包括以太坊。当你看到比特币如果在突破17000的时候，它必须要给我放量啊，没有放量的情况下，有可能不是有效的突破。现在价格它还是没有过这个17000啊，所以目前还是在上升三角的结构里面来整理。至于时间有没有可能这边整理了7天，1、2、3、4、5、6、7，今天美国那边圣诞节假期结束，有没有可能在第8天，明天会不会晚上做一个变盘，或者是今天晚上到底会不会变盘？因为前面7月份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当时比特币上涨的时候有这种自然现象，就是它会回撤1、2、3、4、5、6、7，第8天变盘，1、2、3、4、5、6、7，第8天变盘。那如果短线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到底会不会变盘？如果是变盘的情况下，我今天再来用这种上升三角或者是其他三角形的结构来判断历史上它几个上升三角它后面突破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一些现象的支持点，等下来跟大家分享。包括历史上20年的4月份或者是20年的9月份，这边也是有2个上升三角的结构，以及狗狗币那短期已经跟大家讲了几天，它有可能就是在横向的通道里面来震荡。至于震荡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有可能是需要这个时间来化解上面的一个套牢筹码。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重点啊，它到底会不会在1.618的这个时间窗口做一个变盘。因为上一次也是有跟大家讲过，狗狗币你如果从前面的6月份这个低点到这个8月份的次高点，然后重新画一个上涨的起点，从这个位置开始，里面是存在一些黄金比例的时间自然现象啊。比如说0.618的这一个位置是有一个1倍的涨幅，然后后面第二次1倍的时间窗口又是在这个举行的第2天，它这边是命中24节气的小雪，有一个波上涨。那1.382的位置这边有一根大跌的长 K 线，这一次会不会在1.618有一个时间变盘的转折？等下来跟大家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BR转 BR，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4个小时前几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的很明显了，就是它目前可能还是在这一根多方吞噬，然后举行它是相对比较强势的结构，这是一个呈现。目前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结构，价格既然还是在这个上方，而且是接近末端，你尽量观察这个位置不要给我破了，破的话它有可能形态会变形啊。当然我的一个观点是，就昨天跟大家讲的，包括以太坊，它如果17000过的时候，你必须给我要放大量啊，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4个小时里边几个关键的位置，它突破的时候一般都是必须要放量的。可以看一下10月份的这一个比特币，就是这一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还有这个高点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水平线啊。那你观察一下下方的倾斜的一个支撑区，就是它每一次低点打下去都是破不下去，所以说明就是整个趋势是有慢慢的在往上去抬高。那如果像这种水平线突破的时候，就是这一根 K 线，你去观察一下重点，这里面是放量了，放量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有效的突破。下跌的形态，那我也要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9月份的这一个下降三角的形态，我要跟大家聊一下。你不要看什么下降三角还是收敛三角，只要它下跌的情况下破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不一定要放量，就是可以有量也可以没有量，没有量也是可以接受，因为下跌趋势跟上涨的趋势是不同，上涨必须要用资金来推升，但是下跌不同，有些可能筹码在手上他也不舍得买，只要轻轻的一些筹码抛出去，有可能就会造成整个下跌的走势。当然这个位置是不同啊，它当时下跌的时候是有放量，后面是整理了几根，其实它重心也没有继续在下移，然后就上去了，这种就是一个破底翻的走势。那我再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历史上比特币在几个关键位置突破的时候，这是20年的9月份啊。其实日线级别里面，它这边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三角，就是高点总是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或者是这一个高点也是维持在水平线上，包括这个高点，主要就是因为这边是有一个平台整理区，
然后它下跌的低点就是一个低点一个低点一个低点，慢慢的在抬升，就是整个趋势是有一个向上接近一个45度，还是说接近50度的一个倾斜的趋势。然后你去观察一下，就是它在这边整理的时候，其实下面的量能也都是还可以啊，有一些下跌的位置是有一点大量，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它在这种过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有一点不同，量能不是很明显啊。不过在这一根是有一根大量，后面是在这边整理到位以后再确认往上突破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矩形区间，它这种位置突破的时候也是需要大量，只是在这个位置量能不是很明显啊。那这种有时候可能会有例外，就是刚开始上涨的时候是不是缩量，资金在怀疑到底是不是牛市来了，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在关键位置放量的时候就不要再怀疑，有可能趋势真的就是已经开启了。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更早之前的，比如说疫情爆发以后，它在这边也是明显横盘的一个上升三角的一个走势，就是低点每一次感觉都是在垫高，而且这几个低点的位置是也没有破这个低点啊，好像这个位置也没破吧？你拉一条直线去观察，这个位置也没破。那我们明显观察一下，它在末端接近突破的时候，就是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它是带量去突破，所以这种突破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突破上去以后，它会再横盘，甚至有可能再压回，就是遇到这个位置支撑。那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它就是三角跟三角有重叠的支撑区，三角的水平的上沿这边就是一个支撑区，那这种位置过的时候，三角水平的上沿，这就是一个支撑位。所以现在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我的观点是短期我们尽量留意一下，主要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有一个平台的压力区，一直在跟大家讲17000能不能过是一个关键，而且过的时候这边必须要翻量，因为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的量能是明显少于这边的一个量能，所以这边的量能既然有被套，或者这个高点的量能有被套，你在过的时候必须要放量，没量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你是不能追的，甚至是放量的情况下，如果是有过，你也只能再看还有没有压回这一个上边缘的位置17000的下一次买点。那至于狗狗币为什么这个位置需要横盘来震荡，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时间其实有2个时间点是有重合，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 1.618，你再去观察一下，还有一个时间点，我不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狗狗币从这个位置开始算，还有一个时间是 0.618， 当时也是重合另外一个黄金比例的一个时间窗口，所以这个位置既然有重合，那我们再观察一下 2.618 的位置，因为它这一个时间序列跟另外一个是画的更密集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0.618 的位置，它这边有一个转折，然后1倍的时间在次高点的第2天，这边又有一个小转折，然后 1.382 的位置是在前一天见高，然后这一波就下来以后，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2倍的时间也是有一个反弹的高点转折，然后 2.382 的时间也是这边有一个高点转折，所以我的观点是下一周我们去观察一下 2.618 的时间是在12月30号，它跟那一个1月1号也是有一个时间重合。那如果这几个时间全部关掉，为什么我的观点是就是这整个位置需要平台来横，就是你如果要操作，前几天跟大家讲 0.073 这个低点是有一点支撑，那如果能在这边横盘的情况下，我们先观察一下它这个均线图啊。问题是现在的60的成本，我前几天已经跟大家讲，60的成本马上要来到这个高位，现在这一条均线是有压力，而且20的成本今天来到这一个，所以目前2条重要的均线组是在下弯的结构，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至少要整理个20天，如果是快的情况下，是不是15天左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再去往上反弹一下？当然前提是它这个位置不要破，如果破的情况下，下一个支撑位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在 0.06， 如果没破的情况下，它在这边继续横，那我们到时候去观察一下1月1号它这边已经几根了，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算1、2、3、4、5、6、7、8、9、10、11，你再加个5根左右，这一个20的 MA 有可能会来到这个位置，到时候观察一下它会不会先去挑战一下这一个20 MA 的压力。就短线来讲，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目前其实没有操作性啊，你就尽量先等吧，或者是等什么时候整理到位以后有突破点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观察，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